今天就这几班飞机了，从中国飞的，然后从昆明、天府，哇，四川叫天府，然后从德里飞的。然后我发现没有从欧洲飞过来的。各位观众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加德满都的机场居然有 lounge bar， 就是机场贵宾室。我原本觉得应该不会有，但是它有 executive lounge， 而且他们的就是 lounge 人员会在这边说，你有没有什么卡啊？你是不是坐头等舱啊，或者是商务舱可以进来这边使用？好，那我就来进去看看加德满都机场的机场贵宾室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我今天使用的是这样，Priority Pass， 这个应该在美国大家都有啊。Priority Pass。Have a boarding pass, sir? 它这个 lounge 很特别，因为它在 security check 之前，我还没有过行李，但是它这个 lounge 在外面，跟一般机场不一样。一般机场都是我们过行李 X 光之后，那些贵宾室在后面嘛，但是它在前面，很奇怪。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机场已经非常非常老旧，这个机场我猜至少有个60-70年吧，都还是红砖砖造，这国际机场，所以它的空间设计可能当时就没有考虑到，居然有贵宾室这种东西，所以你 security check 之后呢，就没有空间了，就只有 gate， 就是登机门，而且它也没有空桥，它都是要坐巴士直接到飞机底下，然后再走楼梯上去，所以它这个跟一般机场不一样啊，反正很有历史感哦，很像那种我们很老的西餐厅的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想到都已经要走了，还可以开箱加德满都机场的贵宾室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绕一圈。哇，这边有些水果，还有蛋糕。Namaste。Namaste。啊，尼泊尔人都好可爱啊。Steamed rice， 这个饭啊 ，Yellowtail， 这是咖喱的。哇，这什么我都不知道，这是某种咖喱啊 ，Aloo Jela， 这很有趣耶，就是它这种放的这个橱窗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好不吸引人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不吸引人哦。这个光打的有点灰暗。里面呢也可以给他拿水，这边有一些瓶装水，还有一些酒品。距离我登机时间还有2个小时，这是我最后2个小时在尼泊尔加德满都。我就用现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尼泊尔有什么特产可以买。在塔米尔区有超级多商店，什么都卖。那有一般游客会买的这种纪念品，像磁铁、明信片、T 恤这些都有，到处都是。然后再来。比较特别的，是因为他们这边信奉的是印度教嘛，还有藏传佛教，所以它有很多专门卖木雕面具的，跟宗教有点关系，还有很多神像、唐卡、曼陀罗、颂钵，那这些都是可能有信仰人会比较有兴趣，或者是有在做瑜伽、喜欢印度教文化或者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人会有兴趣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几个必买，第一个是香。这个香就是像我们平常家里有佛堂点那种香，1炷香、2炷香，或者是庙宇那种香。可是尼泊尔这边的香，它有各式各样的味道，因为他们这边也是跟印度一样盛产香料，它有各式各样的香，有 sandalwood， 有 rose， 有masala， 有各种大家没闻过或闻过的味道，非常丰富。几十种或甚至几百种可以选。如果在家里有习惯用香氛的人呢？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就点1炷香。他们比较有趣的是，他们有那种香盒，是一个木头的香盒，然后你点香之后放在那个香盒里面，那个香就会那个冒烟，然后就可以闻到这些芬芳的味道，是一个比较东方文化来享受香氛的方式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买一些香，然后买那个香盒，木头香盒，那木头香盒蛮漂亮的，但我没有买这个，因为我没有点香氛的。我是不能这样讲啊，这样香氛是不是就不会找我业配了？然后 anyway，
香氛要找我业配也可以哦，好不好？Wana Candle 对吧 ？Anyway， 这个香料啊香都是大家可以买。像香料的话，我有买玛莎拉 tea 的那个玛莎拉，它的做法就是加牛奶，然后加一些玛莎拉拿去煮，就可以变成在印度和尼泊尔非常常在街头上看到的玛莎拉 tea， 而且一闻到玛莎拉的味道，一瞬间就像回到尼泊尔和印度，他们这边到处都是玛莎拉的味道。那再来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叫做卡玛苏恰，卡玛苏恰是印度教的爱经，或者说是性爱的经典。这边有卖一些卡玛苏恰的扑克牌，52张，52种体位，买回去给你朋友，或者买回去自己用。今天抽到哪一张，今天晚上就用哪一种体位，好不好？这个各大游戏场合都用得到。卡玛苏恰。再来我还买什么嘞？我买了茶，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茶。尼泊尔也产茶，它通常会叫做 Himalaya Tea， 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区域产的茶。印度最有名的红茶，大吉利红茶，隔壁就是尼泊尔产区叫做伊朗，所以在尼泊尔大家可以买到伊朗产的红茶或者是白茶。那它最好的茶叫做 Golden Tips， 那白茶的话叫做 Silver Tips， 银针。基本上都是没有带的，你看没有，都是没有带茶梗的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就只有前面的 tips 啊，对，只有前面的 tips， 它下面你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带的。踩的是嫩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属于舒展了一些的，还有很多人的那个 tips 是完全舒展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是就是叶子展开了，叶子展开了它就老了一些。然后我们对了，我这儿的那个 golden tips 就是带茶梗的，我给你看，因为我没有带茶梗的那个完全都卖完了。刚才这个 silver tips， 它主要是要喝什么东西？喝它的那个香甜，因为它 silver tips 它泡的很淡，它茶色很淡，茶汤很淡，对吧？那甜不甜呢？你喝的？它那个茶样我觉得挺甜，就是有蜂蜜那种蜜香味，有。你这个你回去对比吧，我要试试看。茶这种东西，我去跟你描述那么多，就很虚头巴脑，你知道吗？你喝的喜不喜欢，每个人喜不喜欢？你看这个是茶芽。但是这个呢，它就是带梗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带梗，看到没有？对，这个就是带这一部分。那天拿的 silver tips 它也是带梗。对，我跟你描述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也是带梗的。然后我之前卖的纯茶芽的，它是这一部分，它是这一部分，就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个梗。这个梗是会破坏味道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有的时候那个梗是会甜一点，但是会甜一点。它带梗的话，有时候它会有点涩。泡酒比较涩，而还有一点，它带梗采摘的话，它会压秤，你知道吗？比较重。对，你喝喝看嘛，这个。好，我试试看。你是 YouTuber 啊？对，我有在做这个。我看出来了。设备很多。基本上拿这个的是 YouTuber。是的，我在台湾也有拍一些茶的。如果你喜欢红茶的话，你就买金针。那白茶台湾比较少见，所以我买了比较多白茶，其实都不错啦，喝起来都不错，尤其是白茶。如果来尼泊尔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看白茶。有些的店家呢，你可以请他泡给你喝。那大部分的店家在泰米尔区有超多店家，5步3步就一家卖茶店，或者他也不止卖茶，通常卖茶店有卖各种纪念品，有香有茶有玛莎拉有肥皂，对，还有肥皂，因为如果做香料的地方就是做肥皂嘛，各式各样的茶，你可以先叫他给你一个小样，就是茶样，大概可能10 gram 就是10克5克，你带回去旅馆泡泡看，好喝再买。那根据对于尼泊尔茶比较研究的网友说呢，金针的价格大概是1公斤可以压到1万5。那这边我问的价格有1万8，有2万，还有人开3万的，我不知道他会开3小，就跟我说3万我就走了。然后他问我，那你就要多少钱？真的是超扯，他看外国人就乱开。所以根据网友说的法，可以买到1万5的，但是我通常问的价格就是1万8、2万附近，那就看各位的杀价能力。那银针的话也差不多是1万5到2万。那如果你喜欢喝茶的话，这2款茶都不错。那再来，喜马拉雅还产咖啡，可是它这边其实就不像哥伦比亚、伊索比亚这些盛产咖啡的地方有这么多种选择。其实我店家看一看，大概就是那4、5种，包装都差不多。另外一个我在那边有买，而且我觉得是必买的东西，就是 Cashmere
羊毛的制品，可以是针织衫，也可以是围巾。那在很多店家，他会写 pashmina。pashmina 和 cashmere 基本是一样的东西。我在网络上查说，其实他们就是一样的东西。有些店家会跟你说他们不一样，那个可能就是胡乱的店家。有些店家说 pashmina 比较好，有些店家说 cashmere 比较好，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。价格呢，从3500块卢比，大概是20块美金，600块台币哦，600多块台币到2万块卢比都有。2万块卢比的话，大概是4000多块台币。可是这种东西哈，在台湾买100% cashmere 的羊毛要多少钱？大家留言区跟我讲好不好？我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，我以前还在台湾的时候，cashmere 100% cashmere 的羊毛的围巾，我觉得都是8000、9000起跳的。那如果是更好的品牌，像欧洲 luxury brand， 可能一条都要2万块以上。但在尼泊尔，他们这边自己产的 cashmere made in Nepal， 从3000尼泊尔卢比到2万块尼泊尔卢比都有。但是你要问我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摸起来都不错，因为我没有对这个东西这么了解，我只知道摸起来都还蛮轻的啊，然后那个都好顺哦，就摸起来都还蛮好摸的这样子。那这个价格差别就在于它的等级，因为 cashmere 也有分等级。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有没有被骗，他可能拿 B 货，然后充当是 A 货卖你1万块或15000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这样摊开side by side一个一个去摸，一个去比较。所以 cashmere 3000块到2万块都有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知道的人在留言区跟大家讲。那这个价差还有另外一个factor 是它的大小，还有它的厚度。那当然我都是买最薄的，因为西雅图和台湾都没有那么冷。那3000块以下有没有？也有。我看到400块的，400块多少？400块是100块台币耶，100块台币一条围巾。400块、800块、1500、2000、3000都有。那这些呢，通常它就不是100% cashmere， 它可能是40%、60%， 然后去混一般的羊毛 wool 或者是 yak wool， 就是牦牛毛，还有混silk， 混蚕丝的，混各种其他的纤维材料。那到底要怎么辨别是不是 cashmere？ 店家用了一招，就是他会弄一点小毛球下来，然后用火烧。然后他说，这个烧出来的味道应该是烧头发的味道，但是呢，我也没有烧过头发，我不知道我头发烧起来什么味道。除非是石化纤维，石化纤维烧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。那我有请店家烧给我闻，闻起来确实是有机纤维的味道。可是你要问我说 ，cashmere 烧起来的味道跟羊毛烧起来的味道，或者是鸭锅烧起来的味道有哪里不一样，我也是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它确实就是有机纤维。这就是一般的店家要 convince 客人，他卖的是100% cashmere 的做法。但是这个信不信还是你个人啊，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么专业的买家。我觉得破万，因为我发现破万的围巾呢，基本上它都有打品牌，就是它是当地比较知名的品牌，你在网上是搜得到，你可以搜得到店家的 review。像我后来买了一家，它单价比较高。每一条围巾都破万，可是我去看它的 Google review 是非常好、非常好的4.9。店家资讯我放在资讯栏。那当然，加勒满都有超多家专门卖 cashmere 织品的小店，太多了，几百家，大部分都没有贴牌。那些没有贴牌的店家，你就可以杀价。至于怎么杀呢？我看很多中国人是直接砍一半，砍一半，他不要你就 walk away。但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于收入比较高的国家，我觉得这些钱对他们来说都是他们很重要的家计啦，所以我通常就是请他打8折，有些店家就是给我打9折，有些店家就是打8折，通常杀个2折呢，店家就直接 OK 了，他就这样OK， 他们点头这样。就是 OK， 也不会跟你讨价还价，就是8折或者9折。但如果要杀一半，他通常还是会negotiate一下，除非你真的很狠，就是我就知道你不要我就走，你不要我就走，反正整排都是卖一样东西的店，你要这样做也可以啦，就是但我自己本人没有这样做。除了 cashmere 的针织衫啊和围巾之外嘞，他有卖很多 T 恤，那 T 恤上面的图案很尼泊尔或者是很西藏，非常特别，你可以拿回去当潮牌穿。就是很多这种佛教和藏传佛教、印度教的图腾，
我觉得蛮屌的。T 恤也非常非常便宜，可能500或者是200、300尼泊尔卢比就有，真的非常便宜。除了 T 恤，你还可以买什么？这个民族服装啊，我是没买，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藏人穿的这种服装它有卖，或者是他们尼泊尔的传统服装也都有，尤其是女生。我觉得纱丽是一个很漂亮的民族服饰。那当然我是不知道印度的纱丽跟尼泊尔的纱丽有什么不一样，可是我在街上看到就尼泊尔女生穿纱丽真的超正的，就是纱丽这种衣服它去凸显女生身材的这个特点，真的超棒。所以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你到尼泊尔你可以考虑买一套纱丽，我真的觉得很漂亮。在感恩节不是感恩节，在万圣节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cosplay 啊，可以拿出来 cosplay。另外一个在泰米尔区满坑满谷的店就是登山用品店，在泰米尔区有超级多商店，基本上就是买个爽，因为东西真的很便宜。像登山用品店哈，它有卖鞋子，有登山鞋，有登山包，有夹克，有这种防水外套，有防水衣，有防水裤，有雪裤，什么都有。但是呢，就我看起来啊，你从那个价格就知道，那基本上就是盗版的东西。它有正版的店，但是就没有那么便宜了。大部分的店都盗版的。那你问老板，他也不会也跟你说是盗版的。他们也有自己家的版图的品牌，就叫做 Kathmandu。但是如果你看到是什么始祖鸟啊，或者是北脸啊，看那个价格就知道是假的，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始祖鸟一件外套在美国600块美金，这边他只卖你1-2千块卢比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嘛。但是它虽然说是盗版的，但我摸起来是还不错。那穿起来穿多久它会开始掉线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买。那如果你喜欢登山的话，在这边也可以买一些登山用品啊，像睡袋也都很便宜，帐篷我不知道帐篷会有人在那边买吗？好，那以上就是尼泊尔的特产，尼泊尔三宝，在塔米尔区满坑满谷的店。第一个登山用品基本上应该是盗版的，第二个就是茶。有各式各样的喜马拉雅山产的红茶和白茶。第三个就是 Cashmere 的织品，有针织衫啊，也有围巾。好，这3样东西在尼泊尔大家可以大肆的采购，都非常便宜，而且品质也都不错。那另外我没有买，但是有很多店家就是水晶。如果你是比较相信灵性的东西的话，它也有很多水晶店，就宝石啊，那这我也没研究，我连进去看都没有。水晶啊，就如果你有在玩塔罗牌啊，你喜欢收集水晶的话，这边也是一个你可以花很多时间找到乐趣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，买水晶可以找葱花哦，找葱花，葱花店的资讯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如果你对水晶有兴趣的话，葱花的货 fair price 好不好 ？fair price 不会贵你，但是赚该赚的哦，免费帮他打广告。再来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小东西叫做羊毛毡，哦，就是台湾也有嘛，就是做这样羊毛毡可以做出一些动物，它有做很多不同的动物，这就是小玩具啦。那它那个可能是比较好羊毛做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买了几个，就是拿来送朋友，拿来送朋友小孩，就是羊毛毡的玩具，也是3步5步就一家店。啊，那基本上塔米尔区能买到的东西，我几乎都 cover 了啦。在塔米尔区，就是买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钱不够就去旁边的 exchange 换，直接换当然要带美金，他们不收台币，台币在这边没有市场，一定要带美金或者是欧元。像我这是第一次换250块美金，后来因为买了一些围巾，所以没钱了。可是250块美金，如果我一个 gift 都不买，我觉得9天花不完哦，努力花都花不完。除非你真的吃超级高级，不然250块美金9天真的要很用力花才花得完。那另外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店是不收卡的，你就要拿美金换成卢比，然后去跟他消费。只有比较高级的店家，就是卖的东西单价比较贵的店家，他才收卡。刷卡当然是比较方便啊，像我买比较贵的几条围巾就是刷卡的。哦，还有另外就是女生你可以买那种他们这有点难形容就是平底鞋啦，女生的平底鞋，那它上面的花纹很印度或者是很尼泊尔，就是印度教，很有他们这边当地的特色。它那个花纹啊，它那个样式，那一双鞋，如果你用力杀的话，都不到1000块卢比，因为我看它标价就是1000多一点点，那你一杀可能就是杀破1000了。这个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。那因为我是男生，我没有买这种东西。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也可以
试试看这些鞋子，我是觉得做的蛮漂亮的。那如果你有在收集星巴克的城市杯或国家杯的话，尼泊尔没有星巴克，所以你不用找了，完全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一家星巴克。这个部分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。好，那我是达特 E， 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机场，我们就下一个点见喽。I'll see you on the road， 拜。各位观众，一瞬间我已经回到西雅图了。我现在要开4个小时的车到波特兰去接坏狗狗康体。那我们就波特兰见喽。康体有你放的小时长，进去。这也是，这也是，我靠，这狗，康体快点，好了，好了 ，Kiwi， 康体快点 ，Kiwi no， 哇，不要吵，get down，哇。